从来都不想要性生活，搜索，没有性需求，搜索。他就会说你为什么停下来？我不知道。到后来，甚至现在想起来很荒谬，我会以我没有避孕套的这个借口来不进行性行为。Can't you see what I'm trying to tell you? I love you. 在人们的想象中，爱情似乎只有一种范式：心动、靠近、热恋，然后 But I think I'm asexual. 据估计，全球约有1%的人是无性恋者。他们感受不到性吸引力，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进入亲密关系。We have the same desire for connection as everyone else. We just don't have a desire to express that connection sexually. 在这个视性为幸福必需品的时代，无性恋者常常会被问到：你确定吗？你怎么知道？说不定你只是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个是你是不是没有被开发过？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没有性的爱就是不完整的吗？我们邀请了对此感到好奇的网友，请他们向无性恋者抛出心中的疑问。大家好，我叫 Leo， 我今年32岁，我是一位异性浪漫无性恋者。我是 Kiva， 我是一名独立音乐人，同时我也是三无人员，无性别、无浪漫、无性恋。嗨，您好，我是 CC。我作为一个对这个无性恋完全不太了解的一个人，请问可以跟我讲一下什么是无性恋吗？一般来说，无性恋会指感受不到来自他人的性吸引。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异性浪漫的无性恋，会渴望跟一个人在一起，经历一些事情，经历感情的波折，经历所有一个我们所谓正常恋爱关系中有的环节，而唯一没有的就是性的部分。我认为自己是无浪漫，但是我是体验过很好的恋爱的，只是说我体验过之后，我仍然觉得无浪漫对我来说更幸福，然后更接近我真实的心理感受。那您觉得这个无性恋和性冷淡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呀？在我看来，性冷淡的人就是没有性欲，或者说性欲很低，很难被激起，所以他不愿意进行性行为。而无性恋的话，他的性欲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不愿意把这个问题投射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尤其是不愿意投射在自己的浪漫对象上面，所以他自己去解决。那我可以冒昧的问一下您，就是无性恋是完全不能接受性生活的吗？不是说我一定不能接受，我只是说我不会主动想要。但是我就发现在上段感情里面，比如说在早上起来之后，或者是说在晚上睡觉之前，好像整个生活里面被硬生生的多加了那么一两件事情，而且这一两件事情还耗时特别多。我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接受发生某种形式的性行为，也就是因为如此，我跟前任在一起的之间，我所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为了维系我们的感情，或者甚至是为了取悦对方。当我们感情关系还很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做这些都可以接受，也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在牺牲自己的身份而委曲求全，我都是欣然接受，并且其中获得自己的一些幸福感的。我和我的朋友之间也会有很多亲密的关系，但我知道我对他们是友情而不是爱情。既然你没有性冲动的话，那你是怎么确定你对他人的感情是爱情的？你和一个有亲密关系或者说爱情关系的人，你是有心跳的，你有一种心跳的感觉。我猜测大家应该不会对朋友有心跳的感觉吧。我可以用过去的经历来讲吧，就是在我意识到无性恋之前，交往大概7个多月的那一个前女友，我觉得每天最幸福的一个时刻就是我早上出门发现她还是安静的躺在床上，阳光从一个侧面的角度照进来，我看到整个房间把房门轻轻的关上，
那一刻大概是一天之中最安静最美好，虽然可能只是1秒钟都不到，但那一个时刻让我相信我是喜欢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些时刻让我坚信我愿意维系这一份感情关系。你好，我是皮皮，我是一个母胎 solo， 然后我有时候也好奇自己是不是无性恋者，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意识到自己是无性恋的呀？我最开始接触到这个话题是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阅读到了一些关于性别的研究，了解了一些概念。认识自我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到很多事情其实是构建而成的。构建意味着它不是必然，它是因为一些社会元素而让人们进入一种行为规范。从你个人的角度，如果你有一些困惑的话，其实有一些测试可以帮助你。测试当然不会决定你的性取向或者认同，但是它会给你一些更多的参考意见吧。就是人在知道一些具体的词之前，他只能搜一些大概的问题，比如说从来都不想要性生活，搜索；没有性需求，搜索，就类似这种。然后搜出来的东西就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了。就一开始最多就是冒出来那些广告。我就记得我当时翻了很多页，有一个博客页面，它有转载的一个文章，然后上面有写无性恋，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我没有听过。我觉得当时只要看到一篇文章上面没有让我去看医生，我就会非常感动。那您是特别反感看医生这个事儿吗？因为身体从来都很诚实，它会真实的告诉你，就是你的身体需要什么。就是不是说反感看医生，就是直觉觉得自己没有病，为什么要去看，就是这样。无性恋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性行为才能去确认呢？就比如说两个人脱光了这样子面对面，然后发现好像没有想做下去的想法了，是这样子吗？我也不太明白。这就是一个黑天鹅的问题，你永远无法证明自己是无性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自己也是存在一定疑问的。在我和前任在一起之前，我就把无性恋的问题抛出来了。我们真正第一次尝试的时候，我的感觉非常奇怪，我并没有厌恶感，但是我的大脑变得十分清醒，就仿佛我从我的身体中跳了出来，在看我的肉体做一些我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所以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神奇，我没有去享受这个过程，我也不知道如何面对面前的另一个人。到后来我跟这一个前任分手之后，我们有坦诚的在聊这个问题，他也知道我提过无性恋的这个话题，但是在他看来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试验品。在这之后，如果再有人问我的话，我就可以说确实啊，我尝试过，我跟一个觉得可以相处的人在一起，但是当性的元素出现的时候，我变得非常不适。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必然，你真的一定要说服所有人才能够认为自己的身份吗？还是你只要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份，你选择坚持，其实你并不一定要在意别人的说法。这个自己的定义其实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我们这一生不可能可以去经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们其实经历不完。这辈子也不是说要通过不断的论证才能够发现自己。那你觉得作为无性恋者，不能体验性行为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快乐，是不是一种所谓的缺憾呢？你会觉得？有人这样子问过我的，在我对无性恋有所误解的时候，我曾经极为短暂的怀疑过，这个是不是某一种诅咒。但是后来就是当我知道就是这个世界上有1%的人是无性恋者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无比的幸运。当我意识到自己是无性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变得很自由，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认识自己，这是我觉得最大的自由。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
愉悦啊，有很多的快感都会体验不到。那为什么只有这件事情体验不到，被当做了那么严重的一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之前还是会进入很多段浪漫关系呢？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那种就是你所看到的那种电影啊、歌曲啊，然后身边人还有这个社会环境，他们都在歌颂那种二人世界的美好，在跟你说找到一个人比自己一个人幸福，或者是说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为了去遇到那个对的人。整个世界的人都迷失在去找那个所谓的对的人。我不是说这个人没有，就是我是感觉到这件事情似乎被放到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个地步。猫王他有一首歌，里面就是有一句歌词，就是唱就像河流入海，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就是一个歌颂爱情的一个很典型的一首歌曲。我们会被外界影响，然后来判断我们是否要进入浪漫关系。我在上一段关系里面的困扰就是，我发现就是两个人哪怕是特别美好的那个阶段，我从来不会想天天跟对方待在一起，甚至我跟对方待在一起3天，我一个人得休息4天，我才能缓过来。然后对方就会很容易引起那种误解，觉得是不是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做错了什么。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玉龙雪山的时候，越往上空气越稀疏的地方，游客都开始吸氧的时候，我整个人感觉越来越好。那一刻我就会感觉到，不只是身体，生活也是这样子。就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在越稀疏的那个密度里面感到越好。很高兴有这次机会向你提问。我是有2位认识了7、8年的好友，已经作为无性恋者向我公开了。我会担心我抛出一些疑问会让他们感觉到被冒犯，所以想请问您的是，怎么样对无性恋者提出问题才能不冒犯到对方呢？我觉得在尊重对方的感受并且出于善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问题是恶意的，哪怕有人问出了你怎么知道这样的问题，这只能代表提问者对这一个群体的不了解。在我表达完自己之后，就是对方自始至终他在否定我的存在，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质上的对所有人的一个冒犯吧。无性恋者遇到的一个困境或者说烦恼，就是经常会被要求证明自己。那你不会去大街上碰到一个异性恋者说你要如何证明自己是异性恋。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个是你是不是没有被开发过。指定问过我的人也有，比如说我的前男友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在那个无性恋社群里面观察了一下大家的聊天，基本上就是对这两个问题，尤其这2个问题感到非常不适，好像强迫无性恋者他一定要通过这些行为，通过你在性生活里面感受到的痛苦来证明自己是无性恋。我觉得这很荒谬。我觉得谁都没有做错什么，只是说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那个理解可以更宽广，然后不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人所有的行为在自己的认知体系里面畅通了，然后才觉得这样是成立的。你跟家人朋友说了吗？你是指就是我有没有跟他们说我是无性恋，对吗？对，他们问我的话我会跟他们讲，不问的话我一般不太会就是直接说这样子。我和我妈妈说过这个问题，当我跟她说了这个概念之后，她的反应就是原来这样，就好像也帮助她解释了很多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一些现象。那最后我们的共识是，她可以理解也支持我做的一切选择，但是她说她不希望我试图改变她的想法，她不希望我用所谓的进步价值去改变上一辈人的观念。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无性恋者的一个身份标识其实是在右手的中指戴上黑色的戒指。
当我意识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戒指。我不介意别人知道，如果对方有兴趣，我会愿意给大家做解释，但是我不会把这个作为一种旗帜，作为一种标杆，来定义自己在如何跟别人相处。那我想知道，就是当你和伴侣就发现你是无性恋的这个事实以后，你们双方是如何就是去处理和应对这个关系的呢？很遗憾的是，对方他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无性恋者，他会认为我不愿意为这个关系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他有一次，他就给我看了他的前女友穿情趣内衣，然后做出一些非常非常挑逗。然后呢，他就说：“你看我前女友在这件事情上会花多少心思。”我就试图跟对方解释，但是他就怀疑，比如说你是不是应该去，包括你是否应该去治疗。然后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可以等你。一开始我还很感激对方说他可以等我，他其实并非是一种包容，其实一开始已经预设了你最后还是要做这件事情，只是说你可能比别人慢。那在你的想法中，你觉得对你来说爱情是什么？如果我们套用一句很俗套的电影台词的话，那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爱的不是你，而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我照顾一些猫猫狗狗，我后来也去养一些植物，我觉得照顾植物，照顾一些生物，让它们能在自己的呵护下成长，这是一种广义上的爱。或许对很多人来说，这无法替代浪漫关系，甚至更无法替代所谓的性关系带给他们的一种满足。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以接受把爱放宽到这样一个地步。既然你说你是一名无浪漫者，那么无浪漫者也可以感受到爱情吗？我更多的觉得爱情它是一种感觉，不仅仅是限定在符号化的情侣关系里。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男生很喜欢我，然后很想跟我在一起，然后但我们之间时间刚好错过了，我当时就有点一直在默默等待那种。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他和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很公然的以情侣的姿态走在一起，那一刻就也不是很伤心，就是整个人有点懵掉了。然后那天挺冷的，我穿的有点少，坐在那个台阶上，我突然之间感到我的背部开始有了暖意，就是那个太阳逐渐的把我晒暖的时候，那一刻我的感情状态更像处在爱情之中。我感觉到我被太阳特别体贴、特别包裹的爱着。那么具体一点的话，我想问一下，你对今后的爱情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呢？我最理想的一个关系是，我觉得是两个各自都在自我探索的人，不是说大家觉得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好，还是一个人生活比两个人好，而是大家既可以一个人生活，也可以两个人生活。我希望对方能够完好的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然后我们再讨论你如何与你自己世界之外的人交往。我把没有感情生活当作是一种默认值，在这个默认值的条件下，我开放的接受有一天跳出默认值的可能。另一种选择，我觉得会让我活得很累。你觉得你命中注定要跟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你接受了这样的大前提，那么每一天你没有跟一个人在一起，都是你的命还不够圆满。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太悲观、太宿命论了，所以我接受我的默认值。而如果有一个人会出现，我有这样的幸运跳出默认值去探索另一种生活，我可以接受，但是我并没有主动的期待。好的，谢谢 Leo， 希望你能找到属于你的美好的爱情。谢谢。如果说我喜欢上了一个无性恋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首先我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做好那种这个人身上可能有一些或者可能有很多它是超出你认知范围的东西，就好像大家很容易带着那种预设去和对方在一起。你自身可能不是无性恋者，那么这个人是，那就相当于我们首先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不同的部分摆在了首位，那我们退回到那个相同的部分，就是我们都是人而已。不是说我爱上了一个有性恋者，还是我爱上了一个无性恋者，我会先想到就是我爱上了一个人。没错，我也明白了，就是正常的去对待他，然后去尊重他，顺其自然就好了。很好奇你在生育方面会不会，就是你有没有以后想去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当时的英语辅导有一个资料，里面提到一个小朋友，他是被领养的，他在学校里学到了领养这个概念，他回去问他妈妈说，被领养是什么意思？他妈妈的回答是，一般的小朋友是从肚子里长出来的，而被领养的小朋友是从心里长出来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句话，所以如果抛开身体、基因、遗传这一些似乎没有人太去在意的问题的话，我可以，或者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另一个人。你这不就是那个恐怖故事吗？趴在这里，对，傻，把脑袋抬起来。好可爱哦，好可爱！你猜谁先发现？像几个村头人。